白天的唐代长安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城，朱雀大街宽150步，可容9辆马车并行。来自波斯、新罗、天竺的使节商旅摩肩接踵。但当夕阳西沉，这座拥有100万人口的都城就会瞬间变脸，从繁华的世界中心变成一座被恐惧笼罩的巨型监狱。长安的夜禁犹如在暮色与鼓声中演绎的肃穆仪式。根据《唐律疏议》记载，五更三筹，顺天门击鼓听人行；昼漏尽，顺天门击鼓400锤弃闭门，后更击600锤，方门皆闭尽人行。这意味着每逢黄昏，城内各处会交织响起共计1000下的鼓声，尤其是最后那600响余音，不仅是昼夜交替的信号，更是一场关于秩序的庄严仪式，向长安100万居民施加心理上的威慑。透过声音的层层推进，在百姓心中埋下服从的种子。《唐律疏议》卷26明确规定，诸犯业者吃饿时，有故者不作。违反宵禁的代价看似仅是物理上的鞭笞，但犯业的代价往往伴随比肉体受刑更痛的惩罚。在灵保制度下，犯业者会被邻里知晓，被方正记录在案，实则可能伴随着沉重的社会性死亡。这种制度设计下，宵禁成为一道不能逾越的红线。长安城分为108方，后期增至110方，每方如同独立的微型城池，四面高墙环绕，仅留2至4座方门。方门白天开启入夜，即由方卒把守，配合金吾卫武侯巡街，形成内外双重封锁。《新唐书》记载，金吾卫设左右街使，凡城门方角由武后铺分守。武侯巡逻时，直挺持挺，携带火把以响器，每隔一段距离就高声传呼平安，既是报平安，也是警告潜藏者。然而制度再严密，也必须为权力以紧急事件预留缝隙。执行公务的官吏、传递宫中诏令的宦官，或负有紧急军情的役卒不在此限。另外，凡急需治病的医者，或处理丧葬嫁娶的人员，若持有献司或方口签发的文牒，亦可获准通行。更讽刺的是，某些权贵根本不需文牒。据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记载，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居地相邻，昼夜往来无负7度。宵禁对平民是铁律，对权贵却是弹性极大的建议。唐代对夜晚的恐惧并非无中生有。中研院10余所的研究指出，唐律判罪时特别重视时间因素，同样行为发生在夜间，往往加重处罚，因为夜晚象征秩序的薄弱是最容易失控的时段。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，官方多次下诏禁止幺蛾肃宵。所谓肃宵，是指民间夜间举行的宗教聚会，往往结合弥勒下生、月光童子等末世信仰。宋代的册府元规中记载，于唐玄宗时期，将幺蛾肃宵与食恶、谋杀与造伪投鼠等重罪并列，夜间宗教活动被视为谋反前兆。因为黑暗掩护下的集体聚会是国家最难监控的威胁。到了唐代后期，社会治安败坏，出现所谓光火贼。光火贼就是劫火持明火，在夜间劫掠的强盗集团。唐代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，李阔在颍州获光火贼7人，前后杀人，必食其肉，夜间明火，本身就是对宵禁的公开挑战，且光火贼更是杀人食人，相当骇人听闻。然而，越是严丝合缝的束缚，越会催生出无声而隐晦的叛逆。唐代中后期，在宵禁的夹缝中，出现了一种神秘的交易空间——鬼市。这不是传说，而是真实存在的地下经济。有诗人写道：“六街古歇行人绝，九曲茫茫空有月。”这首鬼诗不敢留名，却精准描绘了宵禁后长安的死寂。而在这死寂之中，鬼市正悄悄运作。关于鬼市，眼下《岁史记》记载最详尽。戊本方西门是鬼市，或风雨熏会，皆闻其宣句之声。秋冬夜多闻卖干柴，于是枯柴经也。这段记载透露了几个关键讯息：鬼市位于固定地点戊本方西门，此处位于长安城西南，靠近西市，是平民聚居区，而交易时间是风雨昏暗的夜晚或凌晨时分，正是武侯巡逻最松懈的时段。秋冬主要商品为干柴，这是古代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，如同今日的电力瓦斯，且秋冬若缺柴火，会有直接的生命危险。枯柴经这个说法正是百姓的自我保护。夜间交易本就违法，托名鬼怪既是讽刺也是自嘲。且从社会运作的角度来看，鬼市并非单纯的违法交易所，它实际上承担了多重功能。首先是应急供给，白天方式有营业时间限制，而鬼市填补了时间空白，
且在高度管控的社会中，鬼市成为讯息交换的隐秘节点。落魄贵族、破产商人，甚至罪犯都能在黑暗中隐藏身份，完成白日明面上不能进行的交易。诗人王建在《夜看扬州市》中写道：“夜市千灯照碧云，高楼红袖客纷纷。”这描写的是扬州夜市，但也暗示了一个事实：在远离长安的商业城市，宵禁管制已经松动，夜间经济开始萌芽。长安的鬼市正是这股暗流的前兆。有趣的是，官府对鬼市并非完全取缔，而是保持了一种微妙的默许。原因在于，鬼市解决了部分民生需求，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。严格取缔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地下交易，反而更难监控。某些官吏甚至从中获利，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种不合法但被默许的状态，让鬼市在整个唐代后期持续存在，最终在宋代演变为合法的夜市。根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宋代开封的夜市直至3更禁，才5更又复开张。另外，在某些节日，例如上元节，官方会主动解除宵禁3日，允许夜游关灯。《大唐新语》记载，京城正月望日，盛使灯影之会，今无持境，特许夜行。夜晚的长安城瞬间从大型监狱变成狂欢派对，短暂开放。不是恩惠，而是精密计算后的泄压法，让被压缩的民怨集中释放，反而能促进秩序稳定。而那些平日被压缩、驱赶禁止的行为，最后都去了哪里？答案是他们从未消失，只是转移到了更深的黑暗中。宵禁消灭的不是犯罪，而是可见性。那些原本可能在街道上发生、被及时制止的冲突，转而发生在方墙之内、屋宇深处或者鬼市的地下网络中，变得更加隐蔽。更加暴烈。唐代的长安在白天是盛世的舞台，夜晚则是权力的牢笼。而当一座城市的夜晚只属于权力与恐惧，那些在黑暗中挣扎求生的人就成了秩序最真实的注脚。当1000下鼓声响起时，这座天下第一囚城的阴影里，苦柴精们正在用最卑微的方式证明生命的韧性。如果您对这类特殊历史有兴趣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与我们一同揭开古老谜团的面纱。